他们已经做了6年以上，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些咸的，配那个白粥啊什么之类的。大概100斤，韩式的话50斤，就几个小时就卖完了。12点半来这里，我就拼命的播了。于昭龙卖的是当地称作干腌的虾蟹，是陆丰特有的吃法。游子归乡，友人相聚，节日庆典，陆丰人都要来上一盘，稀溜有声，滋滋有味。干腌美味，制作却很简单。汕尾陆丰东海镇海产丰富，多达140多种。每年秋季开渔之后，各种渔货都在这里的海鲜批发市场打包，发往全国各地。每天早上，于昭龙都要到这里来转转。哦，今天的鱼比较新鲜哦。要7碗定好不好？我改啊，我改过去。于昭龙要买的是潮汕人称为3目蟹的红心梭子蟹。母蟹很少，有高的很少，都是没有高的，像这样子的。然后你这要有高，要看这里嘛。这层就比较漂亮，就这样一个3字红色的就有。今天排斥比较少，买了3家才100多斤。好，等你给我带过来了，哎，好。东海镇乌坎村是海边的小渔村，渔民们早上天没亮就出海捕鱼了，中午时分靠岸回家。12点不到，于昭龙就来到海边等待渔民们归航。有没有虾菇？啊，给这行的过去，是的啊，那就最后天都买了吧。琵琶虾，也称虾菇、赖尿虾，分布广泛，资源丰富。虾菇肉质含水分较多，肉味鲜甜嫩滑，淡而柔软。高肥肉嫩的鲜活虾菇是于昭龙制作上等干腌的首选。我要挑那个有膏的，个头要差不多一样大，太小了也不好。那膏越大，干腌起来里面的腥气比较大，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会张牙了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说，那老人吃的话，那牙都会把它粘掉。这个膏就比较饱满，做干腌的话就最好了。生腌的不好，腥味比较大嘛。潮汕地区有文吃汕头，武吃汕尾之说。汕头人喜欢用各种调料混合腌制海鲜，保留原味，称为生腌。腌制比较讲究，视为文吃。汕尾人只用海盐腌制海鲜，称为干腌。腌制手法简单粗暴，视为武吃。干腌用重盐保存营养，压制腥味儿。文吃也好，武吃也罢，虾蟹鲜活最为重要。有皮筋就好了，盐度够了，够咸。清洗好的时候用这个咸水倒下去，越咸的话，这个时间要短一点好。半个小时就可以捞起来钓干。腌制虾蟹看似简单，主要是把握盐水的咸度以及浸泡的时间。刚开始是沉在底下的嘛，现在是咸水泡下去，那个肉就会收缩，然后那里面有空气嘛，就会浮上来，那证明这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捞起虾蟹，沥干盐水，再撒上海盐，剩余的就交给时间了。撒点盐上去，为了是收缩那个水分，然后它那个肉还会紧实。干腌时，海盐溶解，需吸收热量，能降低虾蟹体表温度，抑制细菌滋生，方便储藏之余，还能保持营养成分。
腌制好的螃蟹去鳃除味，剪开装盘即可食用。而虾菇、鱼招龙需要进一步处理，才会拿到市场上售卖。这样子就方便嘛，而且很多人都不懂怎么包，都很容易扎到手。这个虾呢，总共有5节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不管多大多小，都是5个节。按着这里轻轻的从这里一包5个一起来，然后这样子撕开，然后在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很早就出外打工，进工厂做鞋，摆地摊卖服装，做走鬼。于招龙最后选择回家制作干腌。是不是哪一个年轻的20多岁就愿意待在这个市场呢？就是有老婆有小孩要养，没办法，不是我，是我多捐钱，那我是必须捐钱，因为我没得吃的。干腌的虾蟹介于生与熟之间，在海盐的作用下，肉质变得紧实，红色的膏点缀白色的肉，似美人红唇，惊鸿一瞥。吃干腌，只需吮吸一口，咸鲜充盈口腔，加入豉油、醋、辣椒、蒜粒，味觉体验更加丰富。生腌刚猛，干腌温厚，以其生熟难辨的味觉体验，独步老广餐桌。生与熟只是手段，追求原味才是老广的初心。面对海洋的馈赠，老广从不墨守成规，有时甚至敢于一口生吞大海的味道。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是位于惠州的一个港口。廖素群5年前考取潜水长资格，在惠州担任潜水助教。工作之余，他会和朋友们一起下水，观察近海珊瑚等生物的变化，推广珊瑚普查技术。比如说，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鹿角珊瑚的，过了1、2个月，你再下去，可能鹿角珊瑚不见了。因为水温升高的话，会导致珊瑚白化的，还是被船锚破坏啦，还是被盗采了，我们都可以去了解。大盗去的话，在做记录的时候要小心那个海胆，不要被那个海胆吃到就好。海胆约有1000多种，生存在浅海海底。吸收海洋精华的海胆黄富含蛋白质。丰富的橙味氨基酸带来的独特鲜味儿，使其深受各国食客的追捧。它是食客的佳肴，但也是潜水者的噩梦。潜水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，潜水员在水底不能捕捞，甚至触摸任何海洋生物。所以在每次下水之前，廖素群总是不忘提醒各位前伴。交叉脚，下水之后跟人家打个 OK 哈。好，1、2、3。双月湾水质良好，海底珊瑚种类丰富，影响珊瑚生长的因素很多，海胆的数量就是其中之一。珊瑚礁里面，如果海胆的数量越来越多的话，它会覆盖珊瑚，然后会遮挡一些阳光啊，然后会影响珊瑚的生长。
在广东海域，要维持生态平衡，控制海胆数量，只能依靠渔民。7月正是捕捞的好季节。我見到呢一片海域都下邊都好多珊瑚喎。你哋撈海，你哋用咩撈㗎？啊，即係用呢個烏鈎咯。用呢個，咁咪會傷害到啲珊瑚咯？唔會嘅，唔會嘅。咁會唔會撈到冇晒㗎呢邊？唔會嘅，佢撈落去仲會生嘅。就會生翻㗎，係啊。跟廖素群聊天的这位是当地的渔民，叫黄凤义。黄凤义10来岁就学会了潜水捞海胆。他捞的海胆外皮呈紫黑色，学名叫中间球海胆或者紫海胆。海胆肉生吃口感润滑，唇齿舌尖触感奇妙，滋味涌动。嗰啲海膽好甜啊！嗰啲肉，因為海膽食好多嗰啲海草啊。生吃海胆，追求的便是食材原味，这是老广体验生鲜的极致。处理海胆需要高超手艺，在大海中讨生活，黄凤义是个中高手。哇，这个海胆很肥哦，你看那个膏全部都爆膏了。是5月份、6月份的时候是海胆最肥的时候了。开海胆不要这么大力给它开。开下去不平均的时候会破坏那个肉，它就会走高的。海胆破壳后，露出排列规则的5片橙色生殖线，这就是食客最爱的海胆黄。海胆黄美味，但保鲜期很短。黄凤义的保鲜秘诀简单直接，用海水来泡，它不会走那个膏嘛；用碳水，它会走膏的。味道也不一样哦，放冰箱去就放很久都可以。爸爸，我有了。我给，爸爸给，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海胆那个肠子啊，跟它挑出来啊，都连着那个肉嘛。处理海胆黄是个精细活，一家3口忙碌了3个小时，才整理出2斤海胆黄。忙碌了一天，终于到了享用成果的时刻。海胆炒饭是当地人的最爱，海胆肉下油锅煎至半分熟，加入鸡蛋同炒。蛋液凝固，香气氤氲之际，倒入米饭。海胆肉散成颗粒，或3、5聚集，或7、8成团，白色饭粒夹杂焦黄，色彩跳跃，煞是好看，让最普通的米饭完成惊艳升级。黄凤义擅长海胆蒸饭，取鲜活海胆，剪去尖刺，开口去杂，塞入米饭，上笼熏蒸，10分钟即可出锅。稻香与海鲜2种原味相逢于后厨。遵循原味，所以驾驭生熟从不墨守成规，这是老广料理食材的自信。海胆浓缩了海的精华，莲藕则吸取湖之灵气。生吃或熟做，完全是2种不同的口味。32岁的年轻女性，第一胎，好。那主要就是产后这个初乳到现在还没出。刘玉梅
是吧？那待会呢，我们就是根据你情况，我们就推荐一个催乳汤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广州南沙区万顷沙镇濒临珠江出海口、咸淡水交界，泥层肥厚，水稻纵横交错，非常适合种植莲藕。尤华志是营养科医生，负责住院病人的膳食设计。万顷沙是他的食材宝库。新垦莲藕藕节短粗，表皮偏黄，一般都有4节以上，长度可达50厘米，肥大丰满，味道松糯。节气与味道如何相得益彰，暗藏新垦人的种藕秘诀。每年11月至来年2月，藕塘里是淡盐水，其余月份则是淡水。尤华志决定用咸淡水滋养出来的新垦莲藕作为病人的餐单主角。多少钱一斤？这3块5。莲藕最粉的就中秋以后到过年这段时间了嘛。这才最漂亮啊，这圆圆肥肥的，比较均匀一点的。来，带色啊。好，来，拜。用营养的标准，面对生熟，尤华志经常去到市场挑挑选选。伊德路是他最常去的地方。哎，老板有没有章鱼干买？这个章鱼干是70块1斤，这个是羊血催乳的嘛，都可以尝一下。我买一点吧，好吧？好的。章鱼干泡水去除盐分，莲藕切块，水滚加入食材，煲1小时，莲藕章鱼猪手花生汤就大功告成了。汤色暗红，香味浓郁。章鱼干中的鲜味物质得到释放，让猪手的脂肪分解，肉质软糯。这是大病初愈的滋补佳品。寒冷的冬季，喝上一口鲜美的热汤，暖身又暖心。莲藕切成镰刀片，将肉剁碎，塞到藕片之间。藕片裹于面糊，放入油锅炸至两面金黄，这就是家常菜藕夹。外表金黄，外焦里嫩，用酥脆的莲藕衬托软糯的肉末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莲藕不过是素常之物，然而老广让朴素的莲藕在滚汤之中发挥了滋养的功效。生与熟需要温度的变化，在客家人的味觉系统中，生熟的味道变迁全靠日升日落的往复循环。每年11月稻谷收完之后，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就在地里种上芥菜。冬至前后，恰逢芥菜将老未老之际，才是炮制口味的窗口期。这里60多亩的梅菜，这菜叶叶边转金黄色了，就可以收采了。再黄的话就老了点就不好了。趁着天气晴朗，钟琴生一大早就来到梅县松原镇五星村收菜。今年气候很好，水分也很足，那个菜长得很高的，你看，大概都有90公分，甜甜的，有点辣。最大的、最壮的就有可能有7、8斤了一根，普通大概是5斤左右吧。天时地利，风调雨顺，芥菜自然长得水灵。梅菜在客地有近400年的种植历史，交织在客家人的厨房，
造就只有妈妈才会做的味道。山间平原，土地肥沃，这是钟琴生炮制妈妈味道的试验田。客家人每家每户都有种梅菜的那个习惯，种这个菜啊，是客家人勤劳的象征啊。家里不够这个菜吃的话，好像不好意思。一握梅菜代表客家人的情感世界，餐桌的刚需让钟琴生不敢怠慢。刚刚收割的芥菜晾晒是功败垂成的关键。这菜已经晒了2天了，你看这很软身了。1亩地，这个生的是5000斤左右，制作成梅菜干的话，大概是500斤。一亩田1个多月，能够收获3000多块钱吧。颜色是制作梅菜的视觉指标。暴晒后凋萎的芥菜入滚水，色泽开始第1次转换。它让那个菜转成那个青绿色的，烫熟了还晒得干，晒的时候还容易脱水。太熟的话，晾晒的时候那个颜色没那么金黄，不好。烫好的芥菜需要入缸发酵1晚，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形成独特的香味儿，然后再经历阳光的洗礼。经过1个晚上的发酵，现在就变颜色金黄色。这样晾晒大概要4到5天。这梅菜我们客家人又叫长菜，长长久久，常年都有。在阳光、空气共同作用之下，菜叶儿即将干透之时，钟琴生把它放进蒸笼，开始蒸煮。再放上蒸呢，可以转化那个糖，蒸个大概1个多小时。好香的，还有蜜味的，这是我们客家人几百年的智慧得出来的产品。从生熟之间到全熟，糖分完全释放，颜色转为棕黄，油光发亮之时，也是芥菜改名梅菜的时候。这个蒸好的梅菜摊开晾晒，大概3天时间，把它一折能够折断，那个就干了。这整个梅菜的制作过程就完成了。简单的事情最难做，常见的食物最考人。细节是钟琴生征服客家人胃口的唯一途径。老的根啊，要把它剪掉，是很硬的，这个吃不了的。它里面有杂物的什么东西，要把它选出来。现在我们每年大概收购12万斤吧。好年份就有好收成，钟琴生的合作社迎来大丰收。合作社刚成立时是做柚子的深加工，做梅菜生意是从06年才开始的。这种长条的梅菜是送到东南亚一带，那里很多我们客家华人，他们喜欢这个长条的，长长久久，一种好兆头啊。在客家人的餐桌上，梅菜不只是一种菜，是客家人执拗在碗筷中的家园记忆。你先出去哈，我妈妈哈，我摊牌哈，乖乖的哈。好，爸爸，我叫爸爸。礼孝为本，耕读传家。钟琴生回老家孝敬父母高堂，亲自下厨还原妈妈当年的手艺。梅菜切小段儿，五花肉蒸熟，炸透肉皮，切厚片，
与梅菜、姜蒜同炒，肉片摆盘，撒上梅菜，入锅蒸40分钟。著名的梅菜扣肉就做好了。蒸熟的梅菜吸收猪肉脂肪，颜色从棕黄转为乌黑。五花肉因为梅菜减去油腻，变得爽口，古铜色泽，饥渴透光，菜与肉相互携手，成就佳话。梅菜炒饭是客家人勤俭持家的代表作。梅菜与米饭、蒜末下锅同炒，加入少许葱花，翻炒出锅。梅菜和米饭虽然颜色、味道绝不混杂，但在口腔内能撞击出别样风情。